长白头发的人不易患癌，是科学还是谣言？真相来了。老刘，你看看我这头发，3个月前不是刚染了吗？现在又白了，显得整个人又变得没有精气神儿。哎，抽空你陪我再去一趟理发店吧。今年60岁的陈大妈看着镜子，愁眉苦脸的对旁边的老伴说道：“你不用染，长白头发是好事儿，你就自己偷偷乐吧。我现在还巴不得自己满头白发呢。”旁边的老伴自信的说道。陈大妈听到这话，便疑惑又生气的说道：“老刘，你就胡说吧，长白发怎么能是好事呢？我看你是大忙人，恐怕这是抽不出时间陪我去染发找的借口吧。”看着生气的陈大妈，老伴赶忙解释道：“这你可冤枉我了，我可真没有瞎说。这是那天我浏览养生网站的时候看到的消息，据说是人家著名哈佛大学专家研究发现，长白头发的人不容易患癌，所以你就别天天愁眉苦脸的了，长几根白头发就能把患癌风险降低，这还不是好事吗？”听到这里的陈大妈看着自己头上的白发，其实内心也是半信半疑。自己活了大半辈子了，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说法，难不成果真如老伴所言，长白发是好事儿？白发越多，患癌几率越小吗？其实，长白发的人不容易患癌，这个说法确实曾经火爆一时，因为网传是著名哈佛大学教授研究发现的，所以似乎让部分群体觉得更有说服力，从而看到自己头上有白发，便像文中陈大妈的老伴一样，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是属于抗癌体质。那么，这种网传的白发多、患癌风险低的说法，到底有无准确科学依据？是否可信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1. 香港大学研究，长白头的人不容易患癌，说法是否可靠？首先要明确告诉大家的是，长白发的人不容易患癌虽并非空穴来风，但也无确切的科学依据，所以并不可靠。而网上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和下面在小鼠身上的实验研究息息相关。这项研究最初是由曾就职于哈佛的西村惠美教授主导的，其科研团队的研究初衷是在小鼠身上进行毛发变色实验。在正常情况下，机体毛囊内部的色素干细胞是负责源源不断的分化出成熟的黑色素细胞，这些黑色素细胞主要负责给新生毛发上色。而这项研究发现，当小鼠的 DNA 受到损伤的时候，尽管不会直接导致毛囊内部的色素干细胞凋亡，但是会促进其转变成成熟的黑色素细胞。这样长此以往，在黑色素细胞逐渐凋亡的同时，毛囊内部的黑色素干细胞也会减少，将无法分化成足够多的黑色素细胞，产生大量的黑色素去给毛发上色，从而就会导致小鼠机体身上的毛发逐渐变白。而这项小鼠毛发变色实验之所以和癌症扯上关系，完全是因为一场误会。当时同样就职于哈佛大学皮肤科的费希尔教授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发表了自己对于这项研究的猜想和个人观点。其当时认为，机体毛发变白可能是机体内部受到一些未知的攻击因素，从而启动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在机体内部来说，这种保护机制主要表现为受损的色素干细胞被清除。因为受损的干细胞基因可能会被破坏，相应的分化功能也可能变得异常，所以当被机体清除以后，其发生增殖癌变的风险会相应降低。而在机体外部表现来说，则表现为毛发变白，这是因为色素干细胞的大量清除，所以负责给毛发上色的黑色素细胞也随之减少而导致的。当费希尔教授发表了上述关于白发和癌症的相关猜测言论以后，便被各大媒体报刊进行了转载，随之便演变成了哈佛大学研究发现，长白头发的人不容易患癌。但是实际上，此言论并不靠谱。首先，费希尔教授的想法并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其只是对西村惠美教授关于小鼠变色实验结果发表了个人的见解。其次，西村惠美教授关于色素干细胞减少会导致毛发变白的结果，是基于动物实验，在小鼠身上进行的，并没有在人体进行多次临床试验，所以盲目在人体毛发身上下结论也是不可靠的。由此可见，关于网传的哈佛大学研究长白发人群患癌几率下降是谣言，其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这就提醒我们在平时的养生学习中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能盲目听信一些所谓的著名学者研究，尽管已经明确了白发和癌症之间并无相关性。
但是白发依旧是困扰大多数群体外在形象的问题。接下来就让我们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人体头发会变白呢？头发变白到底有没有坏处呢？二、白发的真相。在大众观念中，白发象征着老龄化，但是在社会工作压力巨大的今天，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饱受白发的困扰，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人们的身心健康和外在形象，所以近几年受到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其形成因素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年龄越大，白发可能越多。随着年龄增大，机体的各项功能便会衰退，毛囊内的色素干细胞也不例外。研究表明，我们黄种人在40岁以后，黑色素细胞功能便会开始衰退，无法产生足够多的黑色素给毛发上色，从而就会出现白发。一般情况下，老年人出现白发的部位首先在两鬓，其次继续慢慢向头顶发展，白发就会越变越多。二、基因易感性也会影响白发生成。在生活中，大家可能会见到少白头的年轻人，这个有很大因素是由基因决定的。白发也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在机体内部有一种叫做 BCL2 的基因，其本身属于一种原癌基因，但是一旦出现了缺失的情况，就会导致黑色素细胞和黑色素干细胞的活性降低，黑色素合成减少，毛发色素沉着减少，从而出现白发情况。不过这种先天性少白头的分布一般是比较稀稀拉拉的，并不密集。三、缺乏营养会影响白发生成。中医认为毛发的生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气血的滋养，在现代西医学中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如果机体长期缺乏相应的营养物质，就会导致包括毛囊在内的机体各大器官系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其功能会发生衰退。如果长期缺乏维生素、叶酸、钙、铁、锌等微量元素及矿物质，不仅会导致机体出现面黄肌瘦、无精打采的状态，同时还会因为无法产生足够多的黑色素，导致毛发没有光泽、质脆、易断、变黄，甚至变成白色。四、精神压力会加速白发生长。大家可能听过一夜白头，此并非虚言，而是真实存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曾经做过一项关于人类发色与精神压力的实验，发现在长期在高压环境下生活的群体，其新生发色确实变浅了。经研究其发现，高压环境下生活的群体，交感神经会接收到压力信号，并且迅速反馈给色素干细胞，造成短时间内色素干细胞的大量激活。此后，耗竭的干细胞无法分化出足够多的黑色素细胞，便会导致黑色素的缺乏，从而导致短时间内机体出现大量白发。五、部分疾病也会导致白发生成，有些疾病也会催生白发，比如常见的黑色素无法生成的白化病，还有皮肤系统疾病白癜风，以及内分泌系统疾病甲亢等，都会对机体毛囊系统产生潜在的影响，造成毛发稀疏变白的情况。总而言之，毛发变白是多方面的因素，尽管无直接证据表明上述白发与癌症的关系，但是如果确实是出现短时间内异常增多的情况，还是要及时就医检查，因为白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身体发出的一种信号，比如长期营养不良或者是甲亢等，通过尽早干预都是可以治疗的疾病。除此之外，白发毕竟会影响人们的外在形象，所以大多数人还是会比较介意白发的出现。那么在生活中，我们究竟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白发生成呢？三、如何才能让白发生长变得慢一点？一、防晒工作至关重要。紫外线不仅会伤害正常皮肤，也会对毛发造成损失。在长期暴晒下，可能会导致头发中的毛鳞片还有角蛋白受到损伤，就会使得毛发变脆，弹性降低，发黄褪色。所以说，外出尽量戴好遮阳帽，减少紫外线对头发损伤是至关重要的。二、尽量减少烫染。现代社会中，年轻人追求时尚，频繁染发，老年人也求美染发，喜欢将白发染黑。殊不知这样做会加速白发的生长，因为染发剂多为化学性脱色剂，在染发同时，还会对毛发中的角蛋白还有色素有氧化作用。长期染发会导致毛发中的各项氨基酸比例失衡，从而可能会减少黑色素的合成，加剧头发变白。此外，染发剂中的苯二胺不仅有使机体脱发风险，还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
所以染发是不能从根本解决白发问题的，还是少染为宜。3. 注重饮食健康和心理健康。如中医所言，毛发的生长很大程度需要靠气血滋养，如果长期缺乏营养，极易导致机体毛发细胞功能减退，导致白发的出现。同时，心理健康也是相当重要的。俗话说，笑一笑，10年少。稳定的情绪状态和积极愉悦的放松心态，会对包括毛囊系统在内的各大器官组织产生积极正向的调节作用，从而促进机体健康，延缓白发的生长。总而言之，白发大部分情况下是属于机体衰老的正常生理现象，且并非网传哈佛大学研究的那样，白发的出现与癌症并无直接相关性。所以大家不必像文中陈大妈一样半信半疑，我们要正确看待白发，接受机体的自然变化过程，尽量像上述建议的那样，少染头发，做好个人防护，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延缓白发的生长。